你以为你在生气，其实你的大脑正在领奖赏。你以为你放不下那个人，其实你舍不得放的是恨他的时候那种比较高、比较清醒、比较有力的感觉。仇恨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它让你痛苦，而是它让你爽。有些人不是靠热爱活着，他是靠敌人活着。今天拆3层。第一层，仇恨不是负面情绪，它是会发奖励的系统。第二层，很多人不是放不下，是根本不想停。第三层，也是最黑的一层，你以为你在恨一个人，其实你是在拿那个人养自己。如果你曾经反复想某个人有多烂，脑补他翻车、出事、被报应，光是想到他倒霉，心里就有一点暗爽，那今天就是在拆你。欢迎回来，我是瑞。今天我们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没有人愿意承认的东西——仇恨快感。第一层，仇恨不是只有痛，它会发奖励。先打破一个迷思，很多人以为恨一个人就是在受苦，错。如果仇恨只有痛，人根本不会沉迷。真正的问题是，仇恨从来不是纯痛苦，它里面掺了奖励，掺了优越感，掺了刺激，还掺了一种我终于比较有力的补偿。从神经机制来看，仇恨不走单一路径，它会同时拉动厌恶、警戒、行动准备，还有奖赏预期。导液 insula 跟厌恶和情绪强度有关，翘合 putamen 跟动作倾向和奖赏反应有关。白话翻译就是，你不是只在生气，你的大脑同时在收回报。所以当你很恨一个人的时候，脑子里冒出的往往不是我好痛苦，更多时候是他真的很烂，我早就看出来了，至少我不是他那种人。每一句话都不止让你不舒服，他还偷偷把你垫高。你开始觉得自己比较清醒，比较有判断力，比较有底线。这就是仇恨的第一层快感，道德优越感。而且这种补偿对那些本来就过得闷、过得压、长期不被看见的人会更强。你不需要真的变强，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持续看不起的人，就能暂时觉得自己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边说讨厌某个人，一边忍不住一直盯着他。不是因为那个人重要到离不开，而是盯着他，你就能反复拿到这笔很便宜的补偿。第二层，你爽的不是结果，是预知。接下来这层更黑暗，很多人以为自己之所以恨，是因为事情还没结束，对方还没道歉，还没付出代价，还没被揭穿，还没倒霉。但让人上瘾的很多时候不是结果，是想象结果时的预知快感。你根本不需要真的报复成功，你的大脑就可以先把那份奖励发给你。脑子里的小剧场通常很简单，他翻车，他被看穿，他终于难堪，他终于尝到你当初的感觉。剧情不需要复杂，重点是光是重播，情绪就会有反应。这里牵涉到前额叶的模拟能力，额极 frontal pole 这类区域跟预测未来、模拟情境、维持复杂目标有关。所以你以为你在思考，其实你是在靠模拟未来的胜利，提前领现在的奖赏。而那个奖赏的语言你很熟悉，多巴胺。仇恨跟奖赏预期绑在一起，你想到他倒霉，大脑先给你一点甜头。你不需要真的赢，不需要真的动手，不需要让事情结束，你只要重播，奖励就一直发。这就是为什么仇恨那么容易变成无限续杯的娱乐系统。现实中的冲突有尽头，但想象没有。例子一，网络酸民为什么恨完一波还想再来一波？你滑到一个让你很火大的账号发文，一看就烦，马上开打。你酸他，补刀把他讲到体无完肤。打完送出，底下开始有人点赞，有人附和，有人说你讲得真好。这时候你的感觉通常不是平静，是爽。因为这一刻同时有好几层快感在发生，你把愤怒输出掉了，有人站你这边，你成了那一刻的审判者。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神经反馈，这样做有奖励。久了之后，仇恨就不只是情绪，它会变成娱乐。你开始不是为了真的改变什么去看那些内容，你是为了再享受一次我看不起他的快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看完更烦、更累、更燥，还是停不下来，因为他在消耗里面偷偷拿到了报酬。第三层最黑的，你不是在恨一个人，
你是在养一个人。这里有一句话是这集最值得记住的，很多人不是在解决冲突，他是在养一个敌人。因为只要那个敌人还在，他的情绪就还有地方去，他的优越感就还有来源，他的刺激就还能续杯。你看过那种人吗？他不是在真的处理事情，是把对方讲过的话一张一张截图整理存档，表面上像在搜证，但很多时候他只是在喂养情绪。每一次翻出那些东西，他都能重新验证一次。你看，我没错。你看，他真的很烂。你看，我当初就知道。那种快感非常干净，也非常及时。它比自我整理快，比真正成长快，比好好把注意力拉回自己快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不是放不下某个人，他是不想失去那个人带来的情绪供应。这就是仇恨真正黑的地方，它让你以为自己在守住原则，但你其实是在靠敌人维持自己。例子2，分手后一直偷看前任，不一定是爱还在，更多时候是恨让你有感觉。分手后偷看前任是最干净的例子。你明明知道不该看，知道看了大多数时候不会变好，但你还是点开。很多人说是因为爱还在，但很多时候不只是爱，是因为恨还很好用。你看他过得好，你不爽；你看他过得不好，你暗爽；你看他跟新的人在一起，情绪被刺一下；你看他翻车失败，又出现一种奇怪的平衡感。这种东西最黑的地方在于，你以为你在疗伤，其实你是在靠这个人持续让自己有情绪浓度。关系结束后，最可怕的往往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种被强烈牵动的感觉。人很怕空，所以有些人爱结束之后不是真的进入放下，他只是把爱的浓度换成恨的浓度。反正只要我还会被你影响，这段关系在我心里就还没完全死掉。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是放不下前任，他是放不下那种我一想到他就有反应的状态。而仇恨刚好是最容易续杯的版本。仇恨本来是生存工具，现在是现代人的情绪毒品。为什么大脑把仇恨设计得这么有吸引力？因为它本来是有用的。在部落时代，谁威胁你，谁抢你资源，谁可能伤害你，你最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足够强烈的情绪去盯住威胁，你活不下来。所以大脑不只给你警报，它还给你动力，让你记住那个敌人，让你讨厌他，让你在准备反击时更亢奋，甚至让你靠近排除威胁这件事时感觉更有力。问题是环境变了，系统没退。我们现在恨的不是会真的杀掉我们的敌人，而是前任、同事、政治立场、陌生网友或某个让你看不爽的公众人物。这些东西未必真的威胁你的生存，但你的大脑照样启动古老模式，有敌人，盯住他，不要放过他。如果能反击，会很爽。警戒系统、厌恶系统、行动准备系统，加上奖赏路径，一起被拉进来，所以仇恨才会同时让你累，又让你停不下来。一套本来用来保命的工具，到了今天变成一种很容易把人困住的情绪毒品。它一开始是工具，但因为工具本身带奖励，很多人最后不只是使用它，而是依赖它。例子3，政治与群体对立，很多时候不是在思考，而是在集体自嗨。政治是最典型的，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关心公共议题，有些人是真的，但也有很多时候，人根本不是在处理问题，他是在享受站队。他看到对立阵营讲了一句很蠢的话，立刻截图转贴到群组，大家一起骂，一起笑，一起补刀，一起确认对面那群人到底有多荒谬。这一刻最爽的不是你真的更理解政治了，而是你感觉自己有位置了。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站在对的这边，我跟自己人在一起，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清楚的敌人。这种感觉非常古老，也非常上头。它同时满足了几件事：我有立场，我有同伴，我有敌人，我有情绪，我有出口。所以很多群体仇恨之所以停不下来，不只是因为理念冲突，而是集体敌意本身已经承担了太多心理功能。它给人归属感、存在感、优越感，甚至给人一种自己不是输家的幻觉。这时候仇恨就已经不只是看法了，它变成维持自我的燃料。例子4，职场最难戒掉的
不是委屈，而是我终于比他高的那一刻。有人抢你功劳，有人踩你上位，有人表面客气，背后捅你，你恨他很合理。但真正危险的不只是委屈，而是当你终于抓到他一次破绽，终于让别人也看见他有问题的时候，那股爽感会非常强。你看到他脸色变调，你看到大家开始怀疑他，你看到他终于没那么高了。那一刻，你不只觉得正义，你还会有一种更深的感觉，我终于站上去了。这种快感很补，尤其当一个人长期在职场里被压、被忽略、被低估，那种我终于比他高的瞬间，会像毒一样。问题是，一旦你开始依赖这种补法，你就会越来越需要敌人，因为没有敌人，你就没有那个往上弹的瞬间。今天我们拆的不是仇恨有多坏，而是仇恨为什么这么好用。因为它从来不只是负面情绪，它里面掺了优越感，掺了想象，掺了刺激，掺了归属感，甚至掺了一种让你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东西。从导液、科核到前额叶的模拟能力，再到多巴胺式的奖赏预期，仇恨根本不只是情绪问题，它是一套能把敌意、优越感、预知快感和身份认同全部绑在一起的系统。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恨会伤人，他只是舍不得停。因为一旦停下来，失去的不只是敌意，还有那个每天能让自己有反应、有燃烧感、有位置的来源。你以为你在盯着敌人，其实你是在拿敌人养自己。你以为你放不下的是那个人，其实你放不下的是恨他的时候那个比较有力、比较不空的自己。这就是仇恨真正让人上瘾的地方。它最可怕的不是让你想毁掉别人，而是让你慢慢开始觉得，没有敌人，我是不是就没那么活了？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把人性里那些不太体面的东西一层一层撕开给你看的内容，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我是瑞，我们下次见。Look closer.